SE 的公司内部其实有一个叫做 DEI 道德部的部门，不止 SE 一家在想方设法的甩掉西方的分部。我真的感觉欧美的第二次雅达利大崩溃就要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老九，朋友们，大快人心的好消息来了！就在几天前，曾经做出《最终幻想》《王国之心》等游戏系列的日本知名游戏大厂 Square Enix 宣布了他们最新的超大裁员计划，并且主要针对美国加州和欧洲的分公司。就单单是英国分部就已经确认要裁掉接近140名员工。SE 还宣称他们正在进行所谓的海外组织重组，且重组的核心在于收缩海外的发行版图，将资源更集中于日本本地的游戏开发。在这里我想补充一下，SE 在美国的分部位于加州的洛杉矶。看到这里，我觉得有的小伙伴就已经懂了呀。洛杉矶是什么地方？洛杉矶是全美乃至全球觉醒人士的超级大本营啊！而就在裁员计划刚刚公布还没有几天的时候， SE 加州的首席发行官兼整个西方分部的总裁 The Head of the Western Branch 约翰·海尼克赶在美国分部的具体裁员名单下发之前就提前被辞退了。这个约翰在 SE 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这里啊，这是他在 LinkedIn 上面的自我介绍 quote unquote， 作为西方发行业务的高级主管，与日本方面紧密合作，直接与日本首席执行官及领导团队沟通，以说明西方市场的需求与挑战，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需求和挑战呢？当然是如何加入一些进步元素，以满足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 modern audience 现代受众呢？我为什么如此笃定呢？因为之前他回复了一条贴文，贴文的原文说的是，当 3A 游戏公司开始强推玩家不想看到的议题之时，玩家会用不买账的方式来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应该炒掉那些长期业绩不佳却还拥抱觉醒意识形态的 CEO 和员工。没想到这句话是触碰到了这位老哥的哪根神经啊？他直接在下面破防式的回了一句peace off，快滚吧！我觉得他这条回复真的是演都不演了，这绝对就是典型的所谓进步人士。确认被辞职的还有这个 Rhiannon Gorman Murphy 瑞安·戈尔曼·墨菲，他是在 SE 英国分部任职剧情设计师的，也是一个在职场搞激进主义的高手。又或者是这个 Kate Siner 凯特·塞纳尔，之前他是最终幻想14整个系列的首席英文本地化的负责人，黄金的遗产的资料片的英文本地化广受诟病，就是这个人负责的。目前能够确认已经被裁掉的人员当中，大部分都是来自市场部或者是 PR 部门，要么就是 localizer 就是本地化部门。那么游戏公司里面这些部门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他们就是公司里面最喜欢搞觉醒文化的那一趴。他们就像是一群巫婆，整天就在那儿跟母公司的耳朵边上念经。嘿，我们做一个 DEI 游戏吧，现代观众一定会喜欢的。我喜欢你妈了个透啊！这些觉醒怪人当时有多嚣张，现在就有多狼狈。这其实从根本上来看，就是玩家再一次用钱包投票，证明了跟自己的消费者对着干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就像蟑螂王 Asmongold 说的那样看看这张图 Welcome home， 欢迎回家。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SE 内部的 DEI 文化有多夸张SE 的公司内部其实有一个叫做 DEI 道德部的部门，专门对游戏进行所谓的多元化审查。就比如《勇者斗恶龙3》重制版中，就强制性的要求开发者在玩家创建角色的时候使用身体类型，而不是性别。而且他们这些年以西方分部带头的工作室，出了很多款宣扬觉醒叙事的游戏。就比如说2023年的 Forsaken 魔咒之地，2021年的奇异人生本色，又或者是在最终幻想14中强推演出深度不足，代表少数族裔的角色。这些就是这几年 SE 营收暴跌的根本原因。你看 SE 这几年花的这些冤枉钱，他图什么呢？你原本的受众不会去玩这些游戏，那些觉醒怪人就更不会去玩你这些游戏了，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玩游戏，他们不过是想要借助游戏去宣扬自己的那一套理念。就算他们按照自己的那一套日式游戏的标准反复临摹，都不至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真的是瞎搞，脑子都不清楚的。
现在的 SE 虽然是浪子回头，但是就是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啊。其实 SE 在裁员的时候还说什么要让 AI 去代替人工干活什么的，不拉不拉不拉。我个人感觉啊，这不过就是日本总部给自己炒别人鱿鱼找的借口。炒得好，炒得妙啊，干得漂亮，大快人心，真的，赶紧把这些妖魔鬼怪给我扫地出门。加州的这个分公司啊，我觉得你干脆关了算了，你留着它干啥呢？这群 DEI 怪人能做的就是给你赔钱。我之前还担心啊，最终幻想七重制版第3部会不会因为遭到这个所谓的道德部门的审查而毁了，现在看来可以放一半的心了。为啥只能放一半的心呢？因为现在的局势对于 SE 来说真的有点不太乐观。我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还发现一些有趣的点。根据 GEM Partners 2025年对18万日本玩家的调查， FF 和 DQ 的核心粉丝的平均年龄是多少？你们猜一猜，给你3秒钟，3、2、1 ，42岁。我天哪，42岁！这家游戏公司完全没有新鲜血液，完全没有年轻人玩他们的游戏，怪不得之前 Rebirth 的销量一落千丈。这个42岁的平均年龄远远高于整体游戏玩家的平均年龄。整体玩家什么水平呢？30到35岁。其实在我看来啊，30到35岁也不算特别年轻。我感觉啊，这可能是整个3A 游戏产业的共同困境。因为就我了解到的数据啊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可能更倾向于用手机去打游戏，或者干脆不玩游戏。不过也有好的一面， SE 家的粉丝平均年龄是42岁，其实也反映出老粉丝的忠诚度比较高，但是新世代的流入却极其的缓慢，导致粉丝群出现了老龄化的危机。这可能会让 SE 掉入一个一直出老游戏重制版而不敢出新 IP 的死循环。如何破局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。其实不止 SE 一家在想方设法的甩掉西方的分部和西方游戏工作室这样的累赘，很多亚洲公司都在这么干。就比如说网易啊，最近也关闭了多伦多的 Bad Brain Games 工作室，宣布其将于11月17日关闭。同一日关闭的还有英雄联盟原首席设计师 Greg Street， 也就是鬼蟹所领衔的 Fantastic Pixel Castle 工作室。就像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说过的那样，东亚的游戏现在真的是吊打西方的游戏啊！西方的开发商真的是好的不学，专门学一些烂手艺。之前啊，被东亚游戏公司玩的炉火纯青的各种逼氪手法、微交易促销技巧，现在全部反而都是这些西方游戏开发商在搞，什么都要做成服务型游戏。反而你看东亚倒是开始制作越来越多 3A 规格的高品质游戏了，这个趋势可以说是不可阻挡，已经停不下来了。我真的感觉欧美的第2次雅达利大崩溃就要来了，冲击之下必有巨变，各位同僚做好准备。OK， 各位观众老爷，对 SE 这次裁员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节目见 ，peace。这特好 I don't give a damn。我天，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，天哪，特好特好，你看你自己看。